怎么跟踪我呀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怪你了。你竟然偷偷兼职公司保洁？不是，我是来给汤圆投喂的，我怕他饿了。汤圆是谁呀？你老板不是叫牛建军吗？他就叫汤圆。我后来才发现，他原来把老板当宠物养。汤圆呢，是他给他老板起的宠物名。完了，在他的视角里面呢，老板就是他养的猫，然后没事呢去投喂点零食啊，逗逗他老板玩啊，然后他老板要是惹麻烦了，啊，给他老板擦擦屁股，其实就跟养猫一样。就是感觉他现在心态也变化了啊，就是感觉不是在上班，是拎着笔记本去猫咖。反正自打他养老板之后，他整个人身上斑味都淡了一些。那他会给他铲屎吗？哦，那倒不用，这只是他的小癖好，他并不是变态嘛。哎，那你可以接受他这个癖好吗？一开始是有点膈应的啊，但是后来我仔细一想，就这个癖好，他其实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，然后还能让我老婆快乐一些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他看他老板的眼神都有点奇怪啊。是宠溺、怜悯，就跟看那些小猫小狗一样怜悯，然后时不时的嘴里还发出这种声音。什么声？什么声？你意念养老板已经多久了？汤圆就是我的宠物。怎么说？下班以后明明没事儿，愣是不让你走。现在想想就理解了，宠物嘛，需要人的陪伴。有道理啊。哎，但是他毕竟是个人，你现在没事儿就会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的。小猫嘛，巡视自己的领地。养人如同养花，那养老板为啥不能像养猫？我再说一遍啊，他叫牛建军啊，他是一个秃头老板。你知道德文不？别人眼里再丑的小动物，在主人这儿都是可爱的。我现在看我们家汤圆啊，是越看越顺眼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是他的主人？是你在养着它，它本来就是我在养着的呀，《资本论》知道不？剩余价值知道吗？老板啊，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养着的，工人才是工作的主人。好有道理啊！你看，流浪猫都挺不容易的，对吧？今年老板也都不太容易。汤圆啊，他就庆幸自己有员工吧，不是一个没有家的野老板。你们媒体今年好做不？这个其实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流浪人。我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养老板，养房东啊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看你也挺可怜的，有点像流浪猫。我最近啊，随身都带着小零食，来吃个人条吧。不用，谢谢。别跟我客气，真不用。别，这是人零食，又叫人条。我发现人嘴馋的时候啊，就爱吃这个。你一个人在外面流浪不容易吧？想不想家呀？过年回去不？别担心，明年会好的。来，过来。过来。没开包装的时候都拒绝，开了以后都想吃。这人呢，就跟小猫咪一样，傲娇。真乖，多吃点啊。老婆，我回来。呀，喂记者呢？可怜的。汤圆今天喂了吗？我今天就放了几个人条，我远程看监控着呢，乖着呢，也好好工作了。哎呦，汤圆，
你们给老板办公室装监控啊？那咋了？有的公司老板也给员工工位装监控啊。哎呀，汤圆今天剩饭了啊！你看怎么回事啊？这记者不护食是不？老婆，老婆，加班呢？给老板带的人条。你搁那儿就行，他自己会吃啊。哎。哎，老婆，一个个的，这个牛腱你不是这个汤圆儿，你准备养到什么时候？看心情吧，可能到35岁就不养了。妈呀，那不行，这养老板不能一时兴起啊！你不能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弃养。那咋了？现在有几个公司的员工负责啊？那不动不动就裁几百个人。哦，也是啊，怪不得说这个养猫都跟养主子似的啊。不要发慌，认真工作，态度决定一切。啊！你别说，你这主子又炸毛了。小宝贝儿真可爱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您这是？哦，我长期在那个远光灯的影响下，我习惯了。啊，那个，其实你们那个地方其实挺文明的啊，各方面的，就为什么就远光灯屡禁不止呢？是，其他地方都做得特别好，城市建设干净整洁，然后也很现代化。绿化做得也特别好。绿化是省内做得最好的吧，可以说。你们那绿化确实得好，因为晚上也能进行光合作用嘛。其实这个它被叫光之国呢，起因很复杂。因为早些年呢，它就是路灯特别少，也很暗，大家都习惯了开远光灯。久而久之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开远光灯，你不确定它会不会开。哦，属于台州的黑暗森林法则。光明森林法则。确实光明。这个主持人你也不用笑啊，因为最近已经在整顿了，说是2个小时处理了800多个违章。我觉得车主之间互相也应该体谅一些。但是光之国有一点好，就是说它对出海的渔民特别有利吧。因为不容易迷路，有光的地方那就一定是家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每一个远光灯都是移动的灯塔。哇哦！你把这个话题提高到了一个不属于它的高度。您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女演员的。演员也能说这么有深度的话呀？什么主持人？没事，您继续说。平时在那个横店拍戏。说起来，横店当时选址在金华，而没有在台州，其实大家都挺意外的呢。因为如果在台州的话，晚上拍夜戏，我们都不用打光了吧？那您为什么不选择住在横店呢？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小演员嘛，我住在横店，我觉得我感受不到那种腥味儿，你知道吗？但在台州就不一样了，晚上出去遛弯啊，过马路的时候，你就会有那种被唰唰就在戛纳电影节走红毯的那种感觉。我理解，就是让3叉远光照亮你的前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对。但是那个是镁光灯，一个是远光灯，能一样吗？都一样，差不多都很亮嘛，毕竟不停的闪啊。而且我小的时候吧，特别怕黑，但住到这边以后，我觉得我不怕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是除了南极、北极之外，唯一一个产生极昼现象的地区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对眼睛伤害很大的。没关系，当地最大的那个眼镜城也在我们那儿。合着钱全让你们浙江人赚了，那没事。我觉得就虽然极昼消失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的生命安全啊、健康得到了保证。那我们特别感谢当地政府能重拳出击，整治远光灯滥用，也希望各地政府也能持续的跟进啊。因为本人就非常痛恨远光狗，这个远光狗，天天开远。瞎呀啊！冷静一点，没事。就开那远光干啥？看不见，着急回家，那刺人眼，那眼小。广东深圳出现了一场赛博舞狮，几个机械狗打扮成狮子的模样，模仿人类舞狮。看完之后呢，人类、机械狗、狮子都陷入了长长的沉默。
啊，就是有人说了，说这个是不是叫2次模仿？说你看啊，机械狗模仿人类，模仿狮子，这就是2次模仿。那么当事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呢？我们请来了雄狮少年，你好。我是他们有病啊！我也觉得他们有病。你看在这里面啊，这个机械狗呢被迫表演节目，狮子呢感觉这个被模仿了，人类呢被取代了，三方都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哎，狮不是真的狮，狗是真的狗啊！哦，这样也行的话，那我们苦练了那么多年，算什么啊？算你狠。喂，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？哎，你说你搞啊，你搞大一只点好不好啊？你搞那么小一只，哦，乍一看还以为是我们广东的蟑螂跑出来了啦。至于广东的蟑螂有多大呢？我们这一季的第1期节目就有呈现。那您认为这个事情对行业的冲击大不大？心理冲击还是蛮大的呀。你想啊，机器人替代的是什么？然后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全被抢走了，那么我们只能干什么啊？去送外卖啊，开滴滴呀。喂，他们甚至还上了春晚呢。手工，你上过春晚吗？我喜欢看好朋友上春晚，哎呀，喜欢看他们的一些这个成功啊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机械就该服务于我们，不该取代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我最开始啊，我很担心啊，他们把我们取代掉啊。但是后来我一问啊，他们一只要几10个 W， 这么贵？哦，幸好我们很便宜啊。怎么，你便宜是个很骄傲的事吗？那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能取代你？某机呀。哦，但是啊，他们的上限是很高的。对，但是啊，我个人觉得，就是在广东，你什么东西都能被机械取代，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被取代。乜嘢？口感爽脆的福建人。喂，你又玩这些老梗啊！看节目来看节目。鲁镇的酒店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，一个曲尺形的大吧台，吧台里放满了饮料。打工的人傍晚散了工，每花4元钱上1小时网，这是20年前的事。现在每小时要涨到10元。干啥你？倘若肯多花5元，就能去大厅隔壁的包间，慢慢的玩。孔乙豹是爱做包间，但兜里没钱的唯一的人。要一进店，所有上网的人都看着他笑。哟，孔乙豹，你家哥哥的剧可又扑了，都连扑3部了，也不抗拒呀！这么下去变2番喽！你怎么凭空污人清白呢？啊，那是平台认证的大爆剧，全网热议的。我今天来，我就是来2刷。二刷？那热搜全是刷的，广场上一个活人都没有。扑啊！扑吗？这扑的。那顶流的扑，它能叫扑吗？啊，那叫全网云和同时段第1，口碑爆棚，现象级长尾的爆剧啊！那我问你，播放量呢？播放量一般，单集呢没有破万。播放量单集1000多也叫没破万呢。接下来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云和数据第1，哥哥单扛独播，引得众人哄笑起来。大厅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孔乙豹，我说你当真刷过爆剧吗？当年的《还珠格格》，头2年的《人民的名义》《狂飙》，这才叫爆剧。你哥哥这个剧，刚开播，连观众都没有就爆了。
怎么着？预制剧啊？哎，你们都不懂。来，你们看啊，我们这个剧啊，刚上线不到24小时，从这个预约数、话题度、站内的热值，还有 CP 的出圈程度，那全网热搜啊，这呀就叫作品相见，我都忍不住啊，提前开香槟庆祝一下。哎呦我的天！掌柜的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平时追剧吗？那我便考一考你吧。你知道这爆剧的“爆”字有4种写法吗？以我家哥哥呀最近大热的这个爆剧为例呀，他呢经历了话题爆、圈层爆、榜单爆，最后呢官媒爆。这剧怎么就爆了呀？要真这么爆的话，那周围的人怎么都没听过呀？他们呐不是这个剧的受众。你胡说吧！都2025年了，还这么多人爱看《甄嬛传》呢。说啊，你哥哥家的剧要真那么爆的话，那为什么还要看第10遍《甄嬛传》呢？你看他甚至在这儿看《天气预报》都不追你家哥哥的剧。哎呀，那孔子曰嘛，君子固穷，顶流常铺。再说了，那顶流的铺，它怎么能叫铺呢？哎呀！再后来，孔乙豹就来的少了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孔乙豹很久没来了，上次充卡还欠190呢。哎，这个孔乙豹最近怎么没来呢？他怎么会来？他哥哥自己发婚，却和粉丝谈起了恋爱。后来呢？后来先上热搜，后来是爆，这次是真爆，热搜撤了大半夜都没撤掉。那再后来呢？谁晓得？许是糊了吧？孔乙豹，你这还欠着190元网费呢。下次再还清吧。这次啊，我是来云包场哥哥新剧的，这次是现金，帮我开一台机子。机子要好啊，要那个 VIP 提前点映啊。2025唯一大爆剧。又在这儿做数据呢，嘿，你这个，莫要再取消我是数据男工了，我们抱着呢。那怎么我看这下边一半的评论都是你一个人发的呀？怎么你以前说哥哥单扛，现在你是单扛哥哥呀？你怎么老是盯着我们家呢？是我们家挡了你们家的路了吗？那各个平台向来如此嘛。可向来如此，便对吗？我问你，你哥哥拍啥剧都是爆剧，可为啥参演的电影却票房永远不过亿呢？因为我们都是看剧不看电影嘛。孔乙豹，我呢要辞职了，这儿缺个账房先生。我行吗？你很会做数据，你可以的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孔乙豹。
但网上的爆剧却越来越多。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爆剧，但后来我翻开历史一查，优爱腾芒这些平台压根儿没有铺剧，歪歪斜斜每页都写着此剧大爆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评论里看出2个字：自嗨。